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播客，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 Katrina。今天的播客想要跟你分享关于我运动的故事。为什么我想要分享关于我运动的故事呢？因为我发现我有很多的外国学生，他们都非常喜欢运动，而且都有运动的习惯，所以我想用播客来分享我自己运动的故事。首先，我想先跟大家说，我其实小的时候从小就是一个不爱运动的人。我是大概在36岁的时候才开始运动的。在我36岁以前，我都是一个没有运动习惯，而且不怎么爱运动的一个人。为什么从36岁开始运动呢？那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刚好是疫情的时候，没有办法出国，在家里很无聊，也没有办法常常旅行，所以不知道要做什么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然后第二个原因是我大概是在36岁的时候开始在家工作。那我发现自从我在家工作以后，我的运动量变得非常少。我每天走路不超过2000步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坐着工作，所以我发现我一天就只有工作、吃饭、睡觉、休息，就这样，我没有什么运动量。我发现我的精神越来越不好，体力越来越差，而且我的心情感觉也不是很好，因为在疫情的时候都在家工作，很少出去旅行，出去跟朋友玩，或者是自己出去走走。总之就觉得那个时候，不管是我的身体、我的心情，都变得很不好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决定去健身房看一看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去健身房的时候，我看到健身房里面有很多器材，很多人在那里运动，也有很多团课，有瑜伽课、飞轮课、重训课，什么课都有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看到健身房有一个重训的课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健身房里面看到有人在上飞轮课，我看到飞轮课里面的学生都非常的开心，然后他们一边听着音乐，一边骑着飞轮，就感觉很快乐的样子。所以呢，我就决定从骑飞轮开始运动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进到健身房的时候，我看到健身房里面有很多器材，也有很多团课。后来我就问健身房的工作人员，我请他们给我一个课表，因为我不会用器材，所以我想我应该会先上一些运动的团课，所以我就请工作人员给我课表。然后我在课表上面发现很多团课，有瑜伽课、飞轮课、重训课、皮拉提斯课等等。我就发现我对飞轮课好像蛮有兴趣的，因为其实我自己蛮喜欢骑脚踏车的，我不排斥骑脚踏车。然后我发现有一个运动叫飞轮，跟骑脚踏车很像，所以我就问那里的工作人员，我说我想试试看飞轮课。后来几天以后，我第二次到健身房去上我人生的第一堂飞轮课。我记得上完第一堂飞轮课的时候，我真的是累死了，而且我的体力真的很差，我完全跟不上老师的节奏。但是我的心里是很快乐的，我一边听着很让人兴奋的音乐，一边跟着老师一起骑飞轮。虽然我跟不上，虽然我的体力很差，但是我觉得在
骑飞轮的那个当下让我觉得很快乐，很舒压，那是我以前运动从来没有过的感觉，所以我决定继续上飞轮课。就这样几年过去了，我现在也是每周会上2次的飞轮课。那另外呢，我大概是从2年多前开始接触重训这件事情。会接触重训这件事情，其实完全是因为我的男朋友，因为他是一个健身狂，他非常喜欢健身，他重训非常厉害。我刚跟他认识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我有骑飞轮的习惯，我有运动的习惯。他告诉我骑飞轮是一件好的事情，但是我现在的运动太单一了，也就是说我现在只做一种运动，我应该要做不一样的运动来训练我的身体。骑飞轮是有氧运动，可以增加我的肺活量，让我的心肺功能变得比较好。但是我也需要长肌肉，所以我需要做一些重训的运动。我一开始听到我男朋友这样说的时候，我其实有一点排斥，因为我觉得我就只喜欢骑飞轮，我就只喜欢这个运动，这个运动让我快乐。但是我男朋友一直告诉我，如果你一直做有氧运动的话，你会让你的肌肉流失，虽然你的心肺功能会变得比较好，但是你的肌肉会慢慢的流失。所以因为他一直告诉我这样的观念，我慢慢的开始接触了重训。那当然不是一开始就用很重的器材做重量训练，我一开始是完全没有器材做肌力和肌耐力的训练。当然我的男朋友也一点一点的教我怎么样做肌力训练、肌耐力的训练。大概这个肌耐力的训练做了1年左右的时间，我发现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在我爬山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大腿变得比较有力了，发现我的大腿肌肉也比较有一点线条了。因为做这个肌耐力的训练，让我的大腿比较有力，爬山的时候特别有感觉，我进步了，所以我觉得很有成就感，我就决定继续做肌耐力的训练。现在我一周大概运动3到4次，会有1次到2次的飞轮和1次到2次的肌耐力训练。我可以继续做我自己喜欢的有氧运动，也可以继续做训练肌耐力的运动。现在有氧运动和肌耐力运动我都很喜欢。我觉得现在我的身体越来越好，我的体力越来越好，我的肌耐力也越来越好，我非常的开心，也很有成就感。然后现在每次我运动完以后，我都会喝1杯高蛋白。在生活中我也会提醒自己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，来增加我身体的肌肉量，让自己越来越健康。虽然我现在我觉得我的体力也不是说非常非常好，跟别人比的话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跟我自己以前比，我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好，体力越来越好，如果跟我以前比，所以我想要继续保持下去。你们呢？欢迎你们跟我分享自己关于运动的故事。